各位学员大家好，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些常用的编织方法。这种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新型的编织方法，它外面的话是一种六角形的这种编织，它里面是一个五角星，主要是用然后编织以后通过一种穿插的编织工艺做成的，就是这个茶饼盒。这里面的这个茶饼盒里面的这种话是我们的人字编织方法，这种的话是挑2片压2片，也叫我们就是内行人也叫人字路，在我们当地也叫。这个是我们的精细立体竹编，也叫瓷胎竹编，然后是我们挑1压1的这种编织方法来编织的，依附于这个胎体。这个花器，然后是我们的精细立体竹编，这上面的话它有2种编织方法，一种是这个台2压2的这种立体式的编织，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波浪纹的一个编织方法。这个水杯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平面工艺和一个立体竹编工艺的一个结合，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丹青赤水这几个字。丹青赤水除了这字上的这种编织方法的话，它是经过就是看图案然后挑边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星点编织法，这种是7星点，就是每隔7颗然后挑1颗起来的一个编织方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立体竹编工艺，比如说是挑1压1的，还有一个就是打3锁这收尾的地方，然后3锁编织方法，还有一个是套花的一个编织方法。这个的话，这个包的话是我们就是竹编和土布然后一起结合做的一个包，然后这个的话编织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文案的这个地方，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菱形的编织方法。然后这个上面的话又用了一个就是挑1压1的这种就是编织方法，这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挑3压3的这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包包，然后是用我们的这个平面的竹编工艺和这个就是土布的这种工艺的一个结合，它的这个编织我们叫青鸟格，也可以说是一种波浪纹，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种纹路是通过竹编以及我们的这种竹编的这种技法，然后来呈现出的一种平面的编织图案。我手上的这个包是用的你看这个就是挑3压3的一个编织方法，然后还有这种也是挑3压3，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缠绕的这种编织方法，它的这个边角。这个的话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就是十字编织法，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格子，然后它比较均匀，然后穿插的一种编织的工艺，这样的话能体现一种立体感，主要用于包包上面用的这种编织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人字的这种编织方法，它体现出来的这种立体感，我们平时就是用于包包上面是比较多的。还有的这种是就是挑1压3，然后挑3压1的这种就是编织方法，它也叫十字编织法，它是结合这2种就是编织方法，然后来做的一个包，也是我们包包中最常见的一些编织方法。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左手面拿的这个就是编织的这种新型编织技艺，其实和我编织的这个茶饼盒的这种技艺它是极其相似的，它是小有相差，但是大方向用的方法编织的技艺它是同样的。